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是元代名医朱丹溪对人体阴阳认识的基本观点，也是丹溪学术思想的最中心的内容，在中国传统养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朱丹溪认为，世界万物都有阴阳的两面，太为阳，地为阴，日为阳，月为阴。天大于地，太阳始终如一，而月亮却有阴晴圆缺。从这个自然界来说，就是阳盛阴衰的体现。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当然也存在着这种状况。朱丹溪还认为，人受天地之气以生，天之阳气为气，地之阴气为血，故气常有余，血常不足。在人的生命过程中，只有青壮年时期阴经相对充盛，人多处于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。为什么青壮年时期阴经相对充足呢？阴气难成，因为只有在男16女14经成精通后，阴气才形成。阴气一亏，40阴气自半，男64女49便惊厥经断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人的阴经也就越来越少，这是时间上相对的阴不足。不仅如此，人还往往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如向火妄动就可以引起疾病，而纵欲过度、饮食后畏都可以引起向火妄动，损耗阴经。阴不足、阳常有余的理论，直到现在也具有重大的意义。阴是我们生命活动的根本和基础，所以不要透支它。在为生活和工作奔波的人，由于大量消耗身体的能量，人体中的血气只能够维持日常工作或活动需要。一般的疾病侵入时，人体并不抵抗，疾病长驱直入。由于没有抵抗的战士，因此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疾病症状，许多人也就觉得自己非常健康，有无穷的体力，每天忙到3更半夜，尽情透支体力也不会生病。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阴虚，透支阴而不自知，等到大病来侵蚀悔之晚矣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多储蓄能源，好好保护我们的阴，不要以为精神好、身体壮就随意消耗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透支而不自知。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阴虚的症状时，身体是如何提醒我们的呢？阴虚了，身体会发出以下8个警告。1. 年纪轻轻头发就白了好多。中医认为发为肾之华，头发的根在肾，如果你的头发花白了，就说明你的肾精不足，也就是肾虚了。2. 迎风眼睛总是流眼泪。在中医里，肝对应泪，如果总是迎风流泪的话，就说明厥阴不收敛，长时间下去就会造成肝阴虚。3. 老年人小便时头部打机灵。小孩和老年人小便时，有时头部会打一下机灵，但是小孩子是因为肾气和肾精还没有完全调出来，所以小便时气不足就会机灵一下，而老年人是肾气不足了，气血虚，所以小便时一定要咬住后槽牙，以收敛住自己的肾气，不让它外泄。4. 17点至19点发低热。发低热实际上是气血水平很低的表现，特别在17点到19点的时候发低热，这实际上是肾气大伤了。5. 成年人了还总流口水。脾液为涎，就是口水。脾属于后天，小孩脾胃发育尚弱，因此爱流口水。但如果成年人总是流口水，那就是脾虚了。6. 睡觉时总出汗。睡觉爱出汗在医学上称为盗汗。中医认为汗为心液，盗汗多由于气阴两虚，不能收敛固摄汗液而引起。若盗汗日久不愈，则更加耗伤气阴而危害身体健康。7. 坐着时总是不自觉地抖腿。中国古代乡书上说男抖穷，意思是男人如果坐在那没事就抖腿，就说明他肾精不足，做事肯定就有问题。8. 春天了手脚还是冰凉的。有很多人到了春季了手脚还是冰凉的，这主要就由于人冬天肾精藏的不够多造成的，精气到不了四肢，自然会冰冷。以上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是阴不足的表现，都是在警告我们要对身体状态做出改变了，否则疾病就会乘虚而入了。阴虚体质是妇科疾病的发源地，当女性经常出现失眠、黑眼圈、月经紊乱、脸色苍白、
眼睑肿胀等症状时，很多人可能都想到精神压力、过度疲劳、环境不适等理由，但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忽略了，那就是长期肾虚形成的阴虚体质。俗话说，男怕伤肝，女怕伤肾，肾是女人健康与美丽的发动机，女人的年龄就刻在自己的腰部两侧。传统医学认为，肾藏精，是先天之本，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、生殖、水液代谢、免疫力强弱、大脑发育、血液循环等各项生理活动。也就是说，你外在的颜色枯荣，内在的生命活力都受控于肾脏的虚实，而肾虚正是导致我们衰老的主要原因。再加上女性在特有的经期、孕期、哺乳期容易因肾中精气不足导致肾虚，所以做足预防保护措施非常必要。今天我们就来细数女性肾虚七宗罪。罪状一，让更年期提前。一般女性在50岁左右出现更年期，而肾虚女性则早早表现出闭经、烦躁、焦虑、多疑等更年期症状。罪状二，眼睑浮肿，黑眼圈加重，面色苍白。很多女人在清晨起床后照镜子，都会发现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，眼睑浮肿，出现难看的黑眼圈，面色苍白无光。千万不可简单认为是由于没有化妆，所以看起来不习惯，现在就提醒你，原因也许还是在于肾虚。罪状三，怕冷。办公室里别人觉得合适的温度是否总让你直打哆嗦，使得你与同事在空调温度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。还有你穿的衣服是否总是比别人多，你是否一受凉就拉肚子。中医认为这些都是肾阳虚造成的。罪状四，失眠，浑身燥热，注意力难以集中。肾阴虚的女性心情容易烦躁，注意力难以集中，且常常失眠、做梦，此外还常常感到腰膝酸软。罪状五，不孕。由于肾的不合作，极有可能影响你的生育能力，造成不孕。罪状六，变胖。很少有人会把体胖和肾虚联系到一起，但事实是，发胖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肾虚。罪状七，血压升高。很难想到高血压也与肾虚有关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因肾虚而引起的高血压称为肾性高血压，占成人高血压的5%至10%，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女人滋阴得从来月经那天开始，气能生血，阴虚体质者阳气不足，若长期不加以重视，就很容易导致体内气血亏滞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妇人以血为本，血属阴，易于亏欠，非善调摄者不能保全也。女性初潮时就面临着血液亏损、阴精耗减的问题，在生育时更是如此。俗话说，一个孩子3桶血，孩子在母亲的腹中是完全依靠母亲的血液喂养大的，整个孕期就是一个耗血失阴的过程。中医把血液视为生命之海，是因为人体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。阴虚性缺血症不仅阻碍人体进行氧化过程和新陈代谢，身体的各项功能的运作效率随之降低，尤其是女性的脸色苍白、皮肤粗糙等现象。《黄帝内经》里说，肝得到血液营养，眼睛才能看到东西；足得到血液营养，才能正常行走；手掌得到血液营养，才能握物；手指得到血液营养，才能抓物。人体从脏腑到肢体各个层次的组织都离不开血液的营养，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。如果说生命是烛光，那么血液就像蜡烛。当一根蜡烛的蜡油减少并耗尽时，烛光将随之变得微弱以致熄灭。人的生命也是一样，随着人体血液的消耗，生命也将枯萎。血液对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，是人生下来活下去的保证。所以，女性朋友平时要加强营养，多吃高质量的补血食物，如红枣、桂圆、花生、红豆、红糖、白果、枸杞子等，把滋阴补血提升日程。阿胶是驴皮经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质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阿胶甘、平、归肺、肝、肾经，能够补血、止血、滋阴润燥，用于血虚萎黄、眩晕、心悸等，为补血之佳品。
尤其是女性的一些病症，如月经不调、经血不断、妊娠下血等，阿胶都有很好的滋阴补血之功。阴虚体质不妨试一试阿胶。阿胶含有丰富的动物胶、氮、明胶蛋白、钙、硫等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物质，具有补血止血、滋阴润肺等功效，特别在补血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，在治疗各种原因的出血、贫血、眩晕、心悸等症状方面也是效果卓著。阿胶的养颜之功其实也就根基于它的补血之功，女性气血充足，表现在容貌上也才能面若桃花，莹润有光泽。但是当今社会节奏的加快，竞争压力的加剧，很多女性过早的出现月经不调、痛经、肌肤暗淡无光、脸上长色斑等衰老迹象。只有从内部调理开始，通过补血理气、调整营养平衡来塑造靓丽女人。而补血理血的首选之食就是阿胶，因为阿胶能从根本上解决气血不足的问题，同时改善血红细胞的新陈代谢，加强真皮细胞的保水功能，实现女人自内而外的美丽。下面介绍一种阿胶粥，阴虚体质的人可用于日常养阴补阴。材料为阿胶30克、糯米30克至50克。将阿胶捣碎炒，并黄造纸，然后将糯米熬成粥，临熟时将阿胶末倒入搅匀即可，晨起或晚睡前食用。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在使用阿胶时，不要服用刚熬制的新阿胶，而是应该在阴干处放3年方可食用，要在确认阿胶是真品后才可食用，以防服用以假乱真的阿胶引起身体不适。阴虚患者在平时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些滋补中药或者是中成药，例如银耳、燕窝，还有冬虫草。而中成药可以选择知柏地黄丸、六味地黄丸等。在吃一些滋补品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，很多阴虚体质患者喜欢服用一些燕窝，虽然燕窝也具有滋补的作用，但如果本身就属于气虚体质，同时脾胃的消化能力也不是很好，那么最好不要吃太多的燕窝，因为这样不仅不能够滋补，反而会令肠胃不能够消化，这样内热增加，阴虚更加严重，脸上也会长痘痘。不同的中成药治疗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仅仅只是平时用来调养身体的，剂量应该适量的减少一些，不要服用太多。秋冬养阴，其基本原则是应滋润，切忌耗散。常用补药有玉竹、天冬、西洋参。玉竹味甘，性平，有养阴润肺、益肾生津作用。玉竹还有强壮作用，但其力缓和，宜久服，可消除疲劳，强壮身体，抗衰防老。天冬味甘，苦，性寒，清肺降火，滋阴润燥。天冬单用就有效，天门冬膏即以鲜天冬捣制熬膏，每服1汤勺，早晚空腹温酒下，久服有益气延年之功。西洋参味甘，微苦，凉，归心、肺、肾经，功能为补气养阴，清火生津。西洋参主要作用有2点，一是用于气阴虚所致的少气、口干、乏力，或肺阴虚所致的咽干、声音嘶哑、干咳等症；二是用于阴虚发热的午后潮热，亦可用于高热病中气阴受损所致的气短乏力、口渴、脉无力等症。西洋参性凉而补，凡欲用人参而不耐人参之温者，皆可用之，特别是秋天，更是以服用西洋参为好。按中医理论，阴虚的人最需要低温养生，因为阴虚的人怕热，常常表现为手心、足心、心口发热。低温养生可以使人体体温降低，阴经得以涵养，所以低温有助于养阴。冬天要多吃养阴之品，包括水生植物如水稻、藕等，越冬植物如大白菜、萝卜，背阴处生的植物如冬菇、蘑菇，冬季成熟的食物如冬梨、冬枣。冬天要多喝井水、地下水养阴，吃体温偏低的动物如水鸭和鱼等等。阴虚体质者养生一定要睡好子午觉。阴虚体质的人性情急躁、好动、怕热，容易失眠，喜欢熬夜。由于阴虚体质的人睡眠时间相对较少，所以睡眠对他们来说就尤为重要。
所以把子午觉睡好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养生原则。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？就是要求在每天的子时、午时按时入睡。当然，睡子午觉也是有讲究的，就是要以子时大睡、午时小憩为原则。子时是晚11时至凌晨1时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子时阴气最盛，阳气衰弱，而午时阳气最盛，阴气衰弱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子时和午时都是阴阳交替之时，也是人体精气合阴及合阳的时候，有利于养阴及养阳，所以在这2个时间段熟睡对人身体有好处。尤其子时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入睡最能养阴，并且睡眠效果最好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子时也是经脉运行到肝、胆的时间，而肝的滋养需要在熟睡时进行。如果因熬夜而错过了这个时间的睡眠，肝、胆就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就会出现皮肤粗糙、黑斑、面色发黄。午时是中午11时到下午1时，此时阳气最盛，阴气衰弱，是合阳时间，就要小睡。即使条件不允许睡觉，也应入静，哪怕是静坐或是闭目养神，都能使身体得以平衡过渡。不过阳气盛时通常工作效率最高，所以午休以小憩为主，只要半个小时即可。因为午睡时间太长，会扰乱人体生物钟，影响晚上睡眠。不过子午觉虽好，但也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。首先，不要在有穿堂风口的地方休息，天气再热也要在肚子上盖一点东西。睡前最好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，因为这样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加重心血管病变。不要坐着或趴在桌子上睡，这会影响头部血液供应，醒后会头昏、眼花、乏力。应该舒服地躺下，平卧或侧卧，最好是头高脚低，向右侧卧。另外，阴虚体质的人一定要戒掉熬夜的习惯。人在自然中生活就要顺应自然，熬夜是刻意的改变生物钟，改变自然规律，容易伤阴。长期睡眠不规律必定会出状况。除了注意不要久病阴伤、房事不节外，阴虚体质者在起居上还应注意以下方面。运动上，阴虚体质者阳气偏亢，应尽量避免大强度、大运动量的锻炼形式，不要大量出汗，这样容易损耗阴气。所谓夏练3伏，冬练3久，对阴虚体质者并不适合。但并不是不锻炼，只是尽量选择比较舒缓的运动。阴虚者会较早缺乏润滑关节的阴液，以致关节涩滞，因此中年以后不宜再做磨损关节，尤其是膝关节的运动，如上下楼梯、登山、跑步等。中医认为静能安神，静能生阴，因此阴虚体质之人适合做中小强度的锻炼，其运动锻炼应重点调养肝肾之功，如可经常打太极拳。阴虚体质的人多消瘦，容易上火、皮肤干燥等。皮肤干燥甚者，可多选择游泳，能够滋润皮肤，减少皮肤瘙痒，但不宜桑拿。饮食方面，阴虚体质的人应保阴前阳，宜清淡，远肥腻厚味、燥烈之品。平素适当进些滋补阴液以及干凉滋润的食物，如糯米、藕、黑木耳、银耳、甘蔗、梨、百合、山药、枸杞、麦冬、鳖、龟肉、海参、阿胶等。可选用枸杞、百合、银耳、麦冬、山药煲瘦猪肉、鸭肉、猪肺汤。忌食辛辣刺激性、温热香燥、煎炸炒爆的物品，少食过分温热燥热的食物，以免耗伤人体阴液，如辣椒、大蒜、韭菜、花椒、桂皮、干姜、丁香、羊肉等。同时，保持生活环境湿润不干燥，起居应有规律，居住环境宜安静。阴虚者虽然喜欢冬天，但北方的冬天干燥，对阴虚者又是一大挑战，因此最好在室内安置加湿器，保持周围环境的湿润。同时戒烟酒，防止热毒伤阴。最后，切忌勿以阴情志而内伤，应有条不紊，切勿急躁。阴虚者应妥善安排工作和生活，尽量避免着急上火、焦虑不安，因为这样容易伤阴，而伤阴就更易急躁，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。平时宜克制情绪，遇事要冷静，正确对待顺境和逆境。
可以用练书法、下棋来怡情悦性，用旅游来寄情山水、陶冶情操。平时多听一些曲调舒缓、轻柔、抒情的音乐，防止恼怒。